怎么讲呢？人家曾经用鸦片来打开中国大门，我也应该也可以用冰毒打开他们的大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道比道云纳吉，1999年11月，中国警方通过调查得到了一条重要情报：108公斤多的海洛因从境外进入广东省。由此，警方一直盯着这批毒品的动向。当海洛因进入中国境内，运到广州某毒品仓库时，早已准备就绪的缉毒警察把这个团伙一举捣毁。但被抓的都只是一些马仔，主要的毒贩并不在列。当击获海洛因的同时，还发现另一个仓库非常可疑。等撬开这个仓库，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仓库里竟然陈列着11.08吨冰毒。554箱，每箱20公斤，纯度高达99%，几百箱冰毒摆满了整个球场。这个11吨是个什么概念？是当年全世界其他国家查获冰毒数量总和的2倍。那这些冰毒如果贩卖出去的价值是55亿美金，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也仅是这个制毒集团制造冰毒总量的1/3而已。另外还有19吨已经被分别卖到了日本、美国、菲律宾和香港，其中日本大约10吨，美国6吨多，菲律宾和香港2吨多。冰毒的学名又叫甲基苯丙胺，那沾上它的人会产生强烈的毒性反应，表现为异常兴奋，甚至产生幻觉。冰毒于1919年在日本首次合成，最早使用冰毒的也是2战期间驾驶自杀式飞机的日本飞行员，在毒性的作用下驾驶飞机疯狂撞击目标。之后这种军用药丸逐渐流入民间，并流向海外。长期滥用者会产生毒依赖，服用剂量过大可导致人死亡。当时警方对现场的冰毒进行了鉴定，这种冰毒采用的是全新1代制毒技术，纯度高，药性强，所以警方马上就和之前发生过的一起案件进行了关联。可以运用这种技术合成冰毒的人，只有那个男人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世纪毒枭的刘昭华。那这起堪称全球范围内的最大冰毒案，震惊了公安部和所有媒体。案件被定为头等大案，并发布了通缉令。但直到6年后，大毒枭刘昭华才落网。我叫他抬起来，我叫他抬起来。你想知道什么事情，你列一个清单，清单。或者来讲呢，你做一个体感来。你如果想呢，以自费，那没劲。我知道，我跟你讲，你根本这个是头脑，我这里，你自费。我也是警察，你也当过他们就是。在这一层我希望我们如果坦诚一点，这个没问题。抓捕刘昭华的过程惊心动魄，事实上，这已经是警方第4次对他实施抓捕行动。从第1次制毒犯案开始，刘昭华逃亡了整整8年。那社会上关于他的传言甚嚣尘上，没有停止过。那刘昭华的生活轨迹也充满离奇，以至于内心逐渐扭曲。一名武警、边防战士，后来的法警却蜕变成为世纪毒枭，又凭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和警方周旋多年，这也成为中国禁毒史上无法抹去的一场正邪较量。那被捕后，刘昭华表现得十分嚣张狂妄，并强行为自己的罪恶洗白。那目前评价这个怎么讲？我不去害人。制毒品还不算害人。这个讲不清楚，因为他自愿去吸毒的，并不是来强迫他吸。刘昭华出生在福建福安的赛旗镇，是家中5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很小的时候，家庭就遭遇太多变故。12岁父亲病故，母亲又瘫痪在床，哥哥姐姐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那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刘昭华性格变得孤僻，邻居印象中他和其他孩子别无二致，而且他头脑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对化学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因为他曾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福建省内的中学化学竞赛2等奖，可却因为家庭贫困无法负担学费和生活支出。16岁的刘昭华没有读完高中，无奈退学。他体会到人生在世，没钱寸步难行。辍学后，他跟着大哥学习修理汽车，但大哥的脾气暴躁，实在无法忍受，就想办法离开。在当年的征兵中，刘昭华就谎报了年龄，给自己长了1岁，报名参军，由此成为了福州边防支队的一名士兵。
在部队中，他展现出了自己精明的一面积极的态度和办事能力获得领导认可。2年后就得到前往福州武警学校学习的机会。从武警学校毕业后，他被顺利提拔为正排职，成为当年那批士兵中最先提干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参军期间呢，他还处了一个福建某大学的女友，2人相约2年后结婚。刘朝华的事业爱情双丰收，如果继续保持优秀的表现呢，那前途一片大好。但在刘朝华的眼中对走仕途就根本不屑一顾，只有物质上的富足才能让他得到满足。因为原生家庭的这个贫困呢，痛入骨髓，他内心对金钱的欲望永远都是欲壑难填。只要能赚钱，道德和法律都只是浮云。由此，他双脚便迈上了另一条看似风光无限的道路。1988年1月，刘朝华在代理司务长期间呢，被查出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145块1毛5分钱当时并不是小数目所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1次，团内严重警告处分1次。有了这个污点呢，刘朝华的士兵生涯戛然而止可实际上这都是23岁的刘朝华精心策划的。原来他一直想提前转业可按当时的规定需要在部队服役15年。他已经是服役7年感觉在军营里只是被束缚，非常渴望去外面的世界一展身手。于是他就想到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让自己脱离部队生涯，用代理司务长的身份在做账的时候是故意暴露了自己贪污的事实，并让核查人员顺利发现。那果然这件事情暴露后呢，如他所愿，得以转业。他被分配到了老家福安的法院，成为县城的一名法警。2年时间，刘朝华因为交际能力突出，被当地市政府抽调去负责招商引资工作。那几年间工作业绩非常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刘朝华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了一位台湾商人并在私下和对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很快对方发现呢，他不甘平庸，有野心也有头脑，就决定带着这个小老弟一起发财。有天这个商人很神秘地拿出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有100克的麻黄素。他告诉刘朝华这是制造冰毒的原料并向他介绍了冰毒和这背后的巨大商机，然后指点他去买一本书，说里面有制造冰毒的资料并希望刘朝华把这100克麻黄素合成为冰毒。在市内的新华书店，刘朝华果然找到了需要的书籍，他还顺带买了一本极为普通的大学有机化学教材，又加上其他化学品配置和实验器皿，靠着2本书里的内容开始钻研起来。几天后，在一个宾馆房间里，刘朝华竟然成功合成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那刘朝华在化学上的天赋让他顺利完成了这个工作。成功后，他把冰毒全都给了那位台湾人。那后期，刘朝华作为招商引资负责人，权力越来越多，让很多商人趋之若鹜。一些台湾商人呢，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自然就会想方设法拉拢他。那合伙走私，带着他赚钱，无疑就是最佳选择。在1992年，刘朝华和一位台湾商人合伙办了一家企业，在赛旗镇苏阳村成立了福建宏发塑料有限公司。就这样，刘朝华开始走上了创业之路。而他们打着企业的招牌，表面上收购加工国外的废弃塑料，暗地里却是走私汽车、电器等物品捞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刘朝华呢，也辞去了每月50多元工资的法院工作，他把家安在工厂附近一栋3层楼的别墅，是刘朝华耗资70万建的，在当时的福安也算得上是顶级奢华。此外，他也很快就拥有了私家车，像皇冠3.0这样的高级轿车，当时就有3辆。短短3年时间，他就从一名法警变身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期间，他也和那名大学生女友结婚，并生下一个孩子。但好景不长，他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那国家加大对走私的打击力度，还严格控制了国外的塑料进口，结果塑料加工厂损失惨重，收入急剧下滑。那2人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一心想挽回事业的刘朝华绞尽脑汁想着各种发财的门道，直到有人问他能不能搞到冰毒说准备走私到境外贩卖。刘朝华这时候才具体了解到，那冰毒的利润可以达到惊人的3000%，这让他再也无法淡定。在利益的驱使下，一念生万恶，
他准备再次研制冰毒。而制造冰毒必须用到麻黄素，那中国又是控制麻黄素最为严格的国家，所以他只能寻找其他的方式。为了找到方法，购买各种书籍，花了将近1年时间学习和试验，竟然成功的研制出用其他化学物品取代麻黄素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的成本很低，原材料可以随意购买。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最后一个环节结晶的时候出来的成品浑浊发黄，那看上去很 low 作为研抓技术精益求精的刘朝华力求完美他想起了做生意的时候呢，认识了西安某大学一位已经退休的教授，于是就奔赴西安，带去冰毒的半成品，谎称呢自己要研制保健品洋葱精请教如何结晶。由于当时市面上根本没有这项技术和成品，那教授也无法得知这个东西最后会成为冰毒，就在自己的实验室亲自给他指点了一番指出他结晶的一些错误。带着教授的建议，刘朝华重新回到福建继续研究。1个月之后，他竟然把一套高难技术自行试验成功了。那这次成功也为后来的每天产1吨冰毒打下了技术基础，也由此刘朝华开始走上歧途，直奔末路。1996年5月，刘朝华产出了30公斤冰毒，并找到了毒贩陈文印、张明辉往外销售。那这2人都是以贩毒为生，但也都是暗中蝇营狗苟这个刘朝华再三嘱咐把货卖去港台，千万别在大陆出手结果2人为了方便呢，直接就在内地销售第一个对接的客户就是便衣警察。1996年8月，在位于福州市区繁华地带的展览中心附近就在2人带着5公斤冰毒准备交易的时候被当场抓获。可尽管被抓呢，2人却在审讯和开庭后态度十分嚣张，拒不交代毒品来源，所以1审被判处死刑。就在法院1审听众席一个角落里，有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整个过程，这人正是案件中毒品的供货人刘朝华。正因为亲自到了现场，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新的判断。他意识到陈章这2个货为求自保，肯定会把他供出去。那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2人经过1审之后呢，立马就举报了刘朝华。而且因为举报有功，在2审的时候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原来曾身为法警的刘朝华利用身份之便告诫过陈章2人，说如果他们被抓，啥也别说，守口如瓶自己有办法给2人捞出来他们就听信了这个谎言，1审死扛拒不交代。可死刑的结果让他们瞬间清醒刘朝华满嘴跑火车，怕不是上当了。这2人再也绷不住警方也第一次听到了刘朝华这个名字。得到线索后，警方马上去往福建宏发塑料有限公司抓捕，但早有预感的刘朝华已经跑路。警方对他的工厂和别墅进行了搜查，结果在别墅1楼发现了一个密道，那密道通向150米外的塞江，塞江边常年停有一艘单人快艇。那刘朝华通过密道前往快艇，前后不到5分钟就可以迅速逃跑，而警方从村口开进来则需要颠簸40分钟才能到达场址，而且进村的过程都会被刘朝华看到。享受5年巨富生活的刘朝华直接跑路，扔下第1任妻子和孩子。那别墅旁2个简陋的工厂内陈列着很多制毒设备，由于出逃匆忙，都没来得及销毁。在这里有大量用于生产和储存毒品的设备。警方发现呢，这里生产冰毒竟然不需要麻黄素，是全新材料进行化学合成的新型冰毒制造技术，这让所有人倍感震惊。1997年，福建省公安厅发布对刘朝华的通缉令。那通缉令贴满了福安市的大街小巷，可连续2年的时间过去，刘朝华就如人间蒸发，音讯全无。这当年案发之后呢，刘朝华是带着20万现金去了仅距离福州70公里远的闽侯县雪峰寺，在那里待了5天，他烧香拜佛，思考人生。他决定要做出改变，但并不是忏悔自己的罪行，而是在纠结自己为什么会东窗事发。自我诊断过后得出结论，失败之处就是在货物的销售环节。那怎么就找了陈文印这2个不靠谱的人如果能找到拥有成熟贩毒网络的人合作，强联合，事业必将原地起飞。他重新对未来做了规划离开雪峰寺的那一刻，他也真正迈出了坠往深渊的第一步。从雪峰寺出来，他发现外面的形势严峻，便动身前往海南三亚，
一躲就是1年。期间，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很快同居，对方也怀上了刘昭华的孩子。当无所事事的刘昭华把带出来的20万挥霍一空，生活的窘境让他决定再次出山。当即让女孩回湖南老家生孩子，自己动身前往广东普宁。这次他感觉风头已过，是时候寻找事业伙伴了。很快，刘昭华打听到这里的贩毒老大是陈炳熙，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南亚的毒品销售网络。固定的毒品来源就是身在缅甸的大毒枭谭小林。名不见经传的刘昭华想挤进这个圈子难度很大。不过当时陈炳熙恰恰被一件事情所困扰。那个时期呢，全球都在严格的控制麻黄素的销售和使用。那没有麻黄素就产不出冰毒。就在陈炳熙为货源犯愁的时候，手下给他引荐了一个人，正是刚从三亚来到普宁的刘昭华。刘昭华说自己独创的合成技术不需要麻黄素。那陈炳熙了解完他的底细后呢，确定这人可以好好利用，就决定出资370万，并提供场地。刘昭华呢，以技术入股生产的冰毒，利润对半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生产出了1吨冰毒。但这个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刘昭华的野心。虽然1年前他还是个生产30公斤冰毒的小角色，但他的最终目标是建个每天能生产10吨冰毒的巨型工厂，成为世界级大毒枭和全球接轨。很快呢，这1吨冰毒通过陈炳熙等人的渠道，在境外顺利销售。刘昭华获得第一笔巨额赃款。有了这笔资金，刘昭华继续购买原材料，并扩大生产线。有次，刘昭华看到一份名叫《美国有机化学报》的英文期刊，那期刊里有一些关于7号海洛因的介绍。那这种海洛因在当时的毒品市场上是最高端的存在。出于好奇，刘昭华就想研究一下，于是就去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结果很快就被他破解并成功合成了。那经过仪器鉴定，完全符合美国那边的标准。由此，刘昭华在2年多时间里，竟然疯狂地制造出了30多吨这种新型冰毒。陈炳熙顺利贩卖之后，大约给了刘昭华2600万现金，还有2个香港银行的账户和密码，账户存有数亿资金。账户名称和密码暗号是个分子式，不过这个分子式的秘密只有2个人才能看懂。除了金钱，刘昭华更为自己的技术和设备感到满足，和别人炫耀就是拿30亿美金来也不换。然而生产过程中却出了个意外就是因为操作不慎导致化学原料泄漏，结果工厂旁边池塘里的鱼毒死了一大片愤怒的渔民当即进行举报。为了避免引起警方注意，刘昭华和陈炳熙决定离开当地。当时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1998年8月底，刘昭华以广东飞天公司的名义，在宁夏银川搞了一个新的工厂，并开始投产。就在这里生产了31吨冰毒，通过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分批次运往广州普宁的仓库，交给陈炳熙进行销售。用刘昭华的话说，要让他的冰占领整个世界。1999年11月4日，陈炳熙从谭小林那里采购的100多公斤海洛因进入中国境内，被运到广东的毒品仓库。而这批海洛因早就被警方给盯上了，早已准备就绪的缉毒警察一拥而上，将毒品和陈炳熙的一众手下一举抓获。击获海洛因的同时，还发现另一个仓库也非常可疑。撬开这个仓库，那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就出现了开头铺满整个球场500多箱冰毒的震撼场面。这些都是从宁夏的工厂运输过来的。警方识破背后的毒枭就是刘昭华之后，还查到他办公的地址就在广东总统大酒店818房间，立即派便衣警察前往酒店进行核查。就在警方部署行动的时候，陈炳熙先得知了消息，把刘昭华给约出来，骗他说这个货物呢是在运输过程中出了问题就因为不想让他知道是自己的海洛因牵连到了他。陈炳熙希望刘昭华和他一起偷渡逃往境外，以2人的能力在哪里都能吃得开。但刘昭华拒绝逃到国外，那2人就此散伙，各奔东西。刘昭华为了拿到更多钱跑路，就打算返回总统大酒店取现金。可当他刚走进电梯的时候，看到电梯里其他人按下了8楼。具有超强反侦查能力的刘昭华感觉到
这些人都是便衣警察，到8楼呢就是要去抓自己的。于是他顺势按下7楼，电梯门打开，他果断通过消防通道离开。就在这天，为了防止刘昭华逃离，出动了大批警力，对市区进出关口、交通要道实行戒严，对离开广州的可疑车辆逐辆排查。可以说，当时的广州城已经被警方团团包围。那刘昭华预判到了警方设卡盘查的这个行动，公共运输或者是开车肯定是跑不了的，就在总统大酒店附近买了一部自行车，然后骑车从容的在广州市内穿行，多次穿过检查点，那花了近3个小时骑出了城外，包了一辆车前往汕头，再直奔厦门，又在厦门转移前往自己与第3任老婆李小青的家武夷山。后来刘昭华搞明事发的原因呢，并不是他的病毒运输出了问题，而是陈炳熙和谭小林的交易牵扯到了自己，气愤不已。广东、福建两地警方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抓捕刘昭华，不过几个月下来一无所获。那关于刘昭华的各种传言也随之而起，有的说出国了，还有人说是整容了。而当时刘昭华带着500多万的现金和他老婆去了青岛，打算呢先避风头，暂时搞些其他营生。当时彩票在中国刚兴起啊，就决定投资这个行业。刘昭华承包了10台福利彩票机，但自己也忍不住买一点试试运气。可几个月之后，他竟然中了1等奖，奖金多达100多万元。那刘昭华又飘了，感觉这一次中奖呢，意味着自己的气数正旺，是时候东山再起了。那当时正在开展西部大开发运动，于是刘昭华去到西部，目的地是广西桂林。他相信桂林是自己的福地，因为这个地名中有3个木字，他找大师算过，自己命里5行缺木，所以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化名都带有木字啊，比如说之前叫过刘森、刘林斌、陈桂森、刘林阳。2000年，刘昭华以李森清的名字落户在了广西桂林泉州县，摇身一变成为实力雄厚、迫切渴望投资西部、投资桂林的商人，并且很快就以投资商的身份和桂林市一些领导顺利对接。而且他还成立了一家名为森森的公司，和临桂县县政府签订了一项高达3亿元人民币的合同，租下了大约3万亩林场种植红豆杉。而实际上他租下的林场根本就不适合种植红豆杉。那刘昭华先是开辟了30亩地育苗，最后都没有存活，但这并不影响他几年间大张旗鼓的经营事业。2003年，桂林晚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中年男子勇斗家中窃贼，勇抓3个小偷。这人正是化名李森清的刘昭华。他自称36岁，是退伍军人，练过多年散打，就是看不起这些小偷小摸的人。他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那看似已经正常生活的刘昭华已经改邪归正，可实际上这个冰毒之王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邪恶的制毒计划。那虽然不吸毒没有毒瘾，但对制毒贩毒的狂热和巨额利润带来的满足感更让他上瘾。2003年下半年，刘昭华在临桂县农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山洞，就和县领导谎称要投资在这个洞里面做保健品研发工作，其实就是精心准备的又一个制毒据点。1年时间，刘昭华秘密运输制毒设备，准备重操旧业。而就在这时，之前跑到境外的合伙人陈炳熙在越南落网。随后在他的供述下，刘昭华的犯罪事实彻底浮出水面。2004年11月24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A 级通缉令，对刘昭华悬赏20万元进行通缉。通缉令随后在各大媒体播出，一时间他就成为了备受国民关注的头号逃犯。公安部今天向全国发布通缉令，公开通缉5名贩毒数量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的在逃毒品犯罪嫌疑人。就在电视上播出通缉令的那一刻，刘昭华正在桂林和当地几个商人朋友在一起。当他们看见刘昭华照片的时候，身边的人就对他喊说：“你看，电视上那个人长得和你可真像啊！”这刘昭华听完笑了一下，也点点头说：“是挺像我。”他表现得很镇定，大家呢也都当做一个笑料，并没有起疑心。那可实际上，刘昭华的内心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他意识到必须赶快逃亡，因为自己太过高调，认识自己的人实在太多，甚至都没有回家，直接开车外逃。正如他所料，就在电视播出通缉令之后，
桂林警方马上接连接到举报电话，那警方马上部署抓捕行动，而赶到刘昭华的别墅已是人去楼空。那刘昭华把汽车停在了车站，想给警方造成错觉，认为他是坐火车跑了。可其实他并没有走出桂林，而是就地藏了起来，躲进了位于桂林燕山的一个废弃的雷达洞。那刘昭华带着一个老弟在山洞躲了半个月，两人靠火腿肠、方便面在里边度日。而当警方的搜查覆盖到这个山洞的时候，却再次扑空，只看到刘昭华对警方留下的挑衅痕迹。他在洞口写下“李森清到此一游”，洞内也有3个大字“刘昭华”。那在雷达洞躲藏半个月，他已经选择好了下一个藏身地点。从不按套路出牌又自大的刘昭华，依然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么下一站就是自己第一次案发的地点，他的老家福安。不过这一次他失算了虽然警方寻找不到他的踪迹，但早已对他的亲友做了严密的监视。2005年春节前夕，警方就发现刘昭华的妻子李小青在福安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租下了一处房子，预判就是给刘昭华准备的，一直没有打草惊蛇。直到过年期间，那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附近。那根据长期秘密排查，福建警方摸清线索，确认了刘昭华的身份，并制定了代号为啄木鸟的抓捕行动。2005年3月5日凌晨0点30分，福建省厅禁毒总队、刑侦总队和武警3方组成联合行动，指挥部发出命令，在4点实施抓捕，将睡梦中的刘昭华一举抓获。8年的逃亡，不断编造身份、编造谎言，挑衅警方的世纪毒枭刘昭华终于落网。他不存在，制度中不是下棋，大家看了看，他早晚的事。正如我们看到他面对镜头表现出那种飞扬跋扈的态度，一直到庭审之前都没有丝毫收敛。2006年6月26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昭华案进行公开审判。刘昭华对于自己的罪行始终狡辩。2007年6月22日，刘昭华因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昭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广东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9月15日，经最高法核准，44岁的刘昭华被执行注射死刑。那这次抓捕世纪毒枭刘昭华的过程中呢，陈炳熙和缅北毒枭谭小林等主要罪犯全都落网，最终都被判处了死刑。一个冰毒时代将随着他们的消失而结束。刘昭华，中国大陆首个使用新工艺合成高纯度冰毒的大毒枭，警方眼中误入歧途的化学天才，在毒圈他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人物，家人眼中读书的好苗子，老婆眼中的时间管理大师，4个子女眼中的只管生不管养的冷血父亲。无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罪恶的贩毒史和逃亡路印证了毒品的尽头是一条不归路。一个毒枭背后是10年制毒的罪恶和10年逃亡的惶恐。已经被制裁的刘昭华或许不会是最后一个毒枭，然而毒枭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末路，因毒成枭者终将被毒品的黑洞所吞噬。每年的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那人生有很多选择，我们会尝试很多第一次，但绝对不包括毒品。看似新奇体验背后，实则是万丈深渊。毒品的产品说明只有4个大字：家破人亡。有人正在以血肉之躯承载着我们平安的重担。拒绝毒品，便是我们对美丽人间的最佳守护。愿天下无毒，人人皆安。那致敬那些隐姓埋名的超级英雄。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就谢谢你了，拜拜。